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8号。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呢，我所在城市的这个大火情况。这个大火啊，在26号是烧了整整一天，情况呢非常危机。那么我们当地的政府呢是通知我们这个尔湾大道以北的呢所有的这个居民呢都要撤离，也就是当天呢就撤走了呢将近10万人。那么这个大道以南的这一部分呢，本来是做好第二天要撤离的准备的。我家呢是在大道以南，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呢是严阵以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给大家呢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报告了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因为这个山火燃烧导致的这个城市大面积的这个烧毁呢这个严重的灾情。在这个情况下，我一直是做好立即撤离的准备的。但是昨天呢，风向发生了变化。风向发生了变化以后，也就是说，这个山火呢，它是往更北的方向，就是往我们这个城市下一个城市叫 Lake Forest， 就是森林湖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刮了。也就是大火呢就引到那个方向，离我们呢就相对的远一点。也就是我们城市这个尔湾大道以南地区的居民呢，昨天本来要撤的呢，目前来讲呢，仍然是在等待消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关心我的网友非常非常多，很多网友都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面去留宿，很多朋友都热情地给出了地址，给出了他们自己家里面接待我的条件，甚至有的热情的网友都告诉我，他呢虽然住的离我远一点，但是他希望我把全家搬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同时呢他会提供我，甚至提供我2年的免费居住。这个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那么多网友对我的这个热情和帮助，我呢暂时呢没有撤，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到了没有那么紧急的地步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大火还会回头，风向一边又烧过来？这个现在不好说。当然，我是留好了我预备撤离的地点，也就是我过去的一位老同学。这个老同学呢，是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我中学的同学。他们夫妇2口呢，除了是我的至交，是我的好友，是我的同学，同时也是我坚定的思想方面的支持者。他们一直支持我这个节目。他们在6·4 30周年纪念的时候，还亲自参加了自由雕塑公园的这个30周年纪念的活动。所以他们夫妇2口的呢和我呢都有过联系，也就是他们家呢是住在圣地亚哥，也就是一旦如果我这边发生了紧急问题呢，我准备呢是带全家呢撤离到他们家里面去。因为我这对老同学夫妇和我们家里面都很熟悉了，和我们夫妇之间都很熟悉了。显然就是说，在这个紧急状态下，虽然有很多网友都提供我热情的帮助，那毕竟很多网友我们不熟悉，我呢不愿意呢随便去打扰我不熟悉的朋友，所以感谢大家。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现在没有那么紧急。目前情况一切都还是平安的，所以说随着这个山火呢，消防部门不断的扑救呢，我也希望在这几天呢，能够把这个山火完全扑救下去，解除这场大火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威胁，也就是这种我相信很可能就是一个有惊无险。那么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几天，因为呢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呢是希望在大选之前安心的做节目，把每天大选的各种战况呢向大家汇报。所以说呢，我本人呢是不太愿意撤离的，一旦撤离的话呢，舟车劳顿，而且全家到别的朋友家里面也给别人带来很大的打扰。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做节目。所以目前来讲，大家放心，现在仅仅是叫有惊无险。好，我们谈我们今天的节目。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要从本次大选呢已经到了倒计时，就这么几天的时候了。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几天呢，他就是连轴转，一天都要赶几个场子到几个州去参加他的竞选造势。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啊，川普总统经常呢通过他手机去发推特。那时候他每次发推特的时候，我还希望就是说他太太最好把他的手机收起来，因为呢他总是在这个推特上发一些让我们看上去好像不像总统言论的推文，觉得一个国家的总统难道都要用推特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吗？现在你回头看，川普的这种非常规的做法，实在是被美国这种非常规的这个左派环境逼出来的。可以讲，换任何一个人早就向左派妥协了。但是川普总统他是个不懈的斗士，他从来不向华盛顿这些政治势力低头，他既要排干民主党对他的掣肘，也要反对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对他的压迫。所以川普总统从来就是一个不惧风险的人。因此来讲，你看川普这一路走过来，这4年多他做出了无数的成绩，但是他受到如天的抹黑，无论是左派的媒体还是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对他都是一味的指责，但是川普总统从来就没停止过。可以这样讲，人家都说川普总统是资本家，是商人，他就会压榨员工。你看他压榨员工是啊，他对他自己更残酷啊，他一天都要赶3、4个场子啊。礼拜一他一天就参加了3场竞选活动，晚上呢他还要加一个场。晚上加什么场呢？就是巴雷特大法官的这个宣誓就职仪式呢，他在当晚把他加班安排了，当天晚上就办理巴雷特大法官的入职仪式。
第二天一大早就可以上班了啊。所以说，这个老板对员工是求贤若渴，同时也是对你上班的时间分秒必争。那么分秒必争就有结果了，也就是巴雷特大法官他在前天晚上宣誓就职仪式之后，昨天第一天就已经上班了。上班第一天，巴雷特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发挥什么作用？就是在昨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就否决了威斯康星州民主党提出的延长6天邮寄选票接受期的这个要求。也就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提出了要把他们这个州的这个选举这个邮寄的选票呢，要把它推迟6天才能够计票结果。那么在这个问题呢，当地的共和党肯定是不同意。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裁决的时候，昨天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以5-3的票数决定驳回了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关于延长6天延期邮寄选票的这个请求。也就是说，大选当天必须要开出结果。无论哪个州，你都必须要开出你的计票结果。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可以大选那天说是不诞生计票结果的。诞生计票结果如果有争议的话，当然有大法官最终裁决，在历史上有过，就是小布什那一届。但是从来没有过到大选那天说是计票结果还没有过几天才能产生计票结果的。因此来讲，巴雷特大法官礼拜一宣誓就职，礼拜二就上班，上班就通过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威斯康星州驳回他们延期选举选票的这个请求。也就是说，巴雷特大法官已经正式开始发挥作用。这也就预示着美国的法治在不断地走向正轨，绝不可能随随便便让美国的宪法制度的严肃性得到破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巴雷特大法官如期的宣誓就职，就预示着川普总统他在下一周的选举中应该能获得连任，甚至是大比分的胜利。所以说，很多不甘心自己失败、对川普抹黑的这个民主党和各种团队呢，他们又开始新的行动。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数以千计的叫女巫啊，他们计划在本周，也就是10月31号和11月2号，也就是大选的前一天，他们要发动全球的一个名为“蓝色浪潮”的大规模的咒语活动。这个咒语活动就是诅咒川普总统，要诅咒川普总统落选。参与整个这个女巫这个活动呢，他们是在 Facebook 在脸书上面，他们拥有一个社团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呢，目前登记的有6100个成员。他们声称这次女巫的咒语活动呢，是能让川普落选的。因为呢，他们说上次川普感染上中国这个武汉病毒呢，也是他们施法的结果。那么这个女巫运动究竟是个什么运动呢？因为在美国啊，这个蓝色浪潮啊，通常代表着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胜。所以说呢，本次大选呢，民主党实际上也提出了蓝色浪潮的口号，就是声称呢，他们除了要拿下白宫，争取总统的获胜，同时也要掌控参众两院。因此，这个蓝色浪潮呢，就被这只女巫呢，把他们推举为呢，他们10月31号和11月2号发动的这个蓝色浪潮的大规模的这个咒语活动了。那么这个咒语活动不光是美国，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妇女全部参加了，尤其是大量的华人妇女参加了这个活动。因为你要知道，华人就这样，华人一旦把自己包装起来，也就是把自己掩盖在这个面具之后啊，他们猖狂的不得了，他们疯狂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做什么恶，他们都认为别人不知道。所以说呢，这种女巫活动呢是非常适合于华人妇女去参加，尤其是那些华人妇女中那些恶毒的诅咒川普的那些华人妇女，加上中国大使馆和中共在背后不断的推波助澜，所以说大量的华人妇女呢都参加了这一次欧洲和美国的华人女巫的活动。因为你想想看，这些华人妇女很多都是有红卫兵基因的，她们本身参加打砸抢活动，她们都是非常疯狂的。你现在让她们包裹在面具之后，没人知道她们真实的形象，她们就更加疯狂了。可以讲疯狂的你都无法想象啊！这种情况在中国不要说是普通的妇女，包括那些名人，什么杨澜、李小玲，你叫他们参加，他们也会去的。彭丽媛会不会参加都不一定啊。所以说，很多女巫呢，她们在施咒的咒语，也就是要咒川普这次落选。也就是要咒川普这次落选。很多女巫声称，他们上一次就是去年弹劾川普的时候呢，他们也做了法，也释放了这些咒语，只是那次呢没让川普下台呢，没成功。但是这次呢，他们一定不能让川普呢连任。这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左派的这些女巫，不光是美国、欧洲，包括华人的这些妇女、华人这些女巫都参加以后，他们都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下，然后呢去诅咒川普。为什么华人女巫要参加呢？这显然就是中共的一种手段吧。中共呢，它干涉美国大选啊，包括它干涉年初的台湾大选，它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中共发动对美国、对台湾的信息战，它的目标不是仅仅是为了影响一次选举的输赢，其实中共无所谓哪一次输赢，中共最重要是要造成你们内部的分裂。中共信息战需要强化的是政党之间
价值观之间的分裂，而制造分裂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普通民众，让那个包含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那个90%以上的草民和吃瓜群众啊，他们分不清好坏，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这就跟郭文贵发起的全球灭贼的活动一样，他在这个灭贼的名单里面，他把什么人都搅和进去，然后他最终就告诉你没一个好人嘛，就是把鳕鱼和乌贼混在一起嘛，把鳕鱼洗黑，把乌贼洗白，让你看不清谁是鳕鱼，谁是乌贼。那么共产党也就是这么去做，共产党就是把水搅浑，让普通的草民和大量的吃瓜群众搞不清楚这个里面谁黑谁白，最终他们就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嘛，他们怀疑西方民主制度，中共就向他们推销就是中共的专制举国体制嘛，就是中共要输出他的红色意识形态嘛，中共就是强调他的红色意识形态，他的举国专制才可以办大事，你们都要按中国这样办，中国才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所以说呢，中共他推行的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就是什么，把全球所有的意识形态所颠覆以后，然后最终颠覆像美国这样的优秀的民主制度国家，让全球的民众搞不清好坏以后，在左派思维疯狂的同时，那么中共大举的推销他的红色意识形态，最终什么，中共就是要搞全球命运共同体嘛，不是习近平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嘛，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嘛，最终习近平就是要颠覆全球的价值观，最终毁灭全球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目的。那你说中共这些目的是不是美国人他们看不清，他们都会上当？上当人有的是啊！你看看支持拜登的人，他一边打着支持拜登的口号，一边举的是5星红旗啊！那毫无疑问来讲，至少这些支持拜登的人是认为选择中国跟中共合作是对美国最好的选择，所以说他们支持拜登，希望拜登当选，然后跟中共勾兑了。为什么呢？要举着5星红旗拉票呢？当然了，有的人认为这个女的来拉票未必给拜登拉到票，像拜登这个家族现在这么腐败，他做的这种做法，说不准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是给川普拉的票。但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受到破坏，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现在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社会基础。就在昨天晚上的费城，大量的黑名贵的暴徒，他们抢劫了当地最大的连锁商场沃尔玛，把沃尔玛毁得不像样的。那么当地的警察出警以后，这些暴徒们又攻击了警察，有很多名警察都受伤。那么大量的警力跟不上，这主要呢是当地的民主党管理的这些市长呢，他们让很多警察局都下了岗，让很多警察下岗，关闭了很多警察局，所以说没那么多警察支援。那么到场的警察也比较克制，也不敢随便开枪，这样呢很多黑人暴徒呢就袭击了警察。所以说这就是民主党和左派他们支持的所谓和平抗议，他们和平抗议就是把美国一个正规的大型商场就把里面抢劫一空。在美国能发生打砸抢、公然打砸抢的行为，你觉得这还是法治制度的存在吗？在哪个国家允许呢？每次我们看到这种公然打砸抢的行为，我们都认为那是在非洲啊，在索马里啊，在阿富汗啊，在那种很穷的法治遭到完全破坏的这个地区。为什么美国这么先进的地区，费城作为美国的故都，曾经美国的首都，曾经诞生过美国无数文明文化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公然的打砸抢行动呢？这就是因为美国病了，美国有很多左派政治家支持他们这种行为啊，因为最高领导人有很多政治家们、很多政客们支持他们这种行动，所以说安提法也好，黑名贵也好，他们就打着黑名贵的旗号，就不断地在全国开展各种打砸抢烧的活动。在加州也是这样，加州我们看到一个黑人，他就到加州一个非常大的连锁购物商场叫 Target， 他到 Target 就直接去推了一车子东西，然后1分钱不付就准备走了，因为加州有法律规定啊，$950以下不起诉啊。那么这一车东西最终是商场的持枪保安再把他这个车子截住，然后跟这个黑人发生了各种争执以后，最终这个保安他把这个车子里面大部分的物品退回来。那个黑人那个抢劫的人他还振振有词啊，因为他抢的不到$950啊，他有权利把他推走啊。要不是商场派着持枪的武装保卫来保护自己的财产，那这一车东西早就推走了。这是在加州啊，加州为什么会发生啊？那就是因为加州有这么邪恶的法律嘛。所以说，我觉得加州的法治被破坏的是非常大的。除了贺锦丽他们通过的这个$950以下不起诉，可以任意抢、任意偷、放纵罪犯的这个法律之外，
他们的 ICI5案也是对加州所有在加州读书的亚裔学生给予极大的不公平的歧视。他们规定，所有你就业、你考取高校、你进入名校，所有这个名校的比例，一律是按照黑人、华人和白人之间的一个比例分配的，不是看你的成绩的，也就是黑人们优先，华人只能占黑人的比例的10%，这就是加州的 ICI5案。然后加州现在还要推行一个什么，给黑人每个黑人赔偿35万美金。那这个赔的钱哪来啊？不是加州纳税人出的钱吗？不是包含我吴建民夫妇两口的贡献的那个税收里面其中的一部分来赔偿黑人的吗？凭什么每个黑人要赔偿35万美金啊？那华人在美国做出那么多奉献，那么多华人为美国建设，他们当年受到的歧视，要不要给我们华人也赔一点啊？所以加州才会出台那么多荒唐的这个法律条案。因此在加州的左派的盛行呢，你就可以看到全美国的左派盛行呢，其实都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我说美国病了，拯救美国、解决美国的制度，绝不仅仅是川普总统再当选一届的问题。当然，川普总统已经力挽狂澜，已经做了4年。这次川普总统再次当选，也不过坚持了8年。我觉得制造美国再次伟大，最起码要30年。也就是当川普总统走完了他8年的任期之后，那么以后共和党的这些精英们要接上，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还是那些优秀的共和党里面的精英的参议员，包括卢比奥，包括科顿啊，包括克鲁兹啊，他们都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去完成制造美国的再次伟大。这个接力棒它传承绝不仅仅是回归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关键是严肃美国的法治。因为美国始终没有解决政客被中共收买的问题。从基辛格开始，基辛格、克林顿、老布什、赵小兰、克里、拜登、范斯坦，这些人跟中共的利益往来无数事实都摆在台面上，但是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司法机构可以讲充耳不闻。对比这些人的犯罪事实，跟川普那个所谓捕风捉影的通俄门来比的话，可以讲这些人的犯罪叫铁证如山。为什么在这些人大面积的腐败，跟中共有那么多利益勾兑，有那么多事实都放在面前的时候，美国的法治机构，就是司法部啊、联邦调查局啊、美国的法院啊，以及美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为什么不报道、不揭露？为什么不审判？所以说，这不是哪一个人问题，这不是党派相争的问题，不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争夺权力的问题，而是美国社会与法律制度的问题。美国完全病了，是美国这个制度现在已经被颠覆的问题。打砸抢在美国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居然能被民主党的高层能够认可，而且认为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和平行为。既然你把打砸抢烧认为是和平行为，那么一切法律制度还有什么存在呢？加州把大量的罪犯都已经放出来，除了释放出来让他们去投票之外，就是加剧加州的犯罪。为什么民主党人希望加州有那么多的犯罪，希望社会上有那么多打砸抢烧行为呢？包括我们看到的，现在整个加州今年从加州北部到中部到我们现在的南部，所有加州整个加州都是始终处于山火燃烧之中，而且这个山火燃烧之中已经有无数的放火贼都被逮住了，这已经是明确的，是人为纵火。那么这些纵火的人究竟什么目的呢？他们为什么要纵火呢？难道加州的法制部门都查办不了吗？现在都一律是装聋作哑，也就是任由这种混乱发生。混乱发生的结果不就是为了把美国的这个水搅浑吗？把美国大选之前的形势搞复杂吗？最终也就是民主党可以乱中取胜，然后最终就排挤到川普吗？这就是美国现在在全境到处发生的各种打砸抢烧、各种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状态的加剧，实际上就是为了破坏大选，也就是民主党就希望在乱中夺权，因为他们知道靠竞选是肯定竞选不上的。而川普总统一旦连任总统以后，一定会严肃的规范法治。从巴雷特大法官已经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对法治执行的这个公正的严肃性，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后一定会得到加强的。那么还剩不到1个礼拜就要大选了，在这1个礼拜的最后冲刺的这1个礼拜的阶段，拜登因为他的儿子亨特·拜登暴露出来这个严重的腐败门，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讲民主党的媒体他们一律是帮助拜登掩盖的。那么虽然帮助拜登掩盖，不代表没有媒体来揭露这件事啊。昨天晚上，亨特·拜登跟中国商人叶简明这个华信公司共同组建的这个投资公司的 CEO， 也就是亨特·拜登聘请的这个 CEO 叫波普林斯基，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可的采访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就说有一次拜登在参加完他们家族公司关于中国生意各种讨论结束走了之后，波普林斯基当时就问拜登的弟弟，就说拜登这么与中国打交道，他就不怕外界知道吗？
那拜登的弟弟怎么回答他？拜登他弟弟就说，我们做生意的过程中一直是有这么一个借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每次交易的时候都帮助拜登准备好了一个合理的推脱的借口。这是波普林斯基昨天晚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候他谈到的这段事。那么关于亨特·拜登跟中国之间的勾兑，大量的这个腐败，现在不断的有各种证据浮出水面。网上呢有一个已经译成中文的一个录音报道，我看了以后呢，我一直是半信半疑，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查到了这个录音的第一来源。它的来源在哪里呢？它的来源实际上是美国保守派的媒体，叫国家脉搏。它在10月27号，它独家获得了一个录音提示。那么这个录音经过它播放以后，有一些媒体呢就把它呢加上了中文，所以我给大家播放的这个录音媒体呢是加上中文的，但是它的来源是来源于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搏首发的。I get calls from my father to tell me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is calling, but my old partner Eric, who literally has done me harm for I don't know how long, is the one taking the calls because my father will not stop sending the calls to Eric. I have another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calling about my representation of literally, Dr. Patrick Ho, the fucking spy chief of China, who started the company that my partner, who was worth $323 billion, founded, and is now missing.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is missing, who was my partner. He was missing since I last saw him in his $58 million apartment and signed a $4 billion deal to build the fucking largest fucking LNG port in the world. And I am receiving calls from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from the U.S. Attorney himself. My best friend in business, Devin, has named me as a witness without telling me in a criminal case, and my father without telling me. 这段录音大家听完，大家就可以听出来，这个亨特·拜登跟中国的所谓间谍头子，就是被亨特·拜登称为间谍头子的这个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的。而且呢，亨特·拜登强调过，他的商业伙伴叫德文·阿彻，曾经把他列为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刑事的证人的。在这段录音里面呢，亨特·拜登呢感叹他的生意伙伴，就是中国华信能源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叶简明啊，他突然失踪。他解释就是叶简明非常的富有，他的那个豪宅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他就突然从这个巨大的富裕的这个豪宅中就突然消失了。这个人的消失非常的奇怪。所以亨特·拜登在这段录音里面，除了暴露出他跟叶简明的关系，跟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的关系，何志平是被美国已经定为间谍，把他判了刑的人。那么同时也反映了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拜登完全了解他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国的这些所有的腐败勾当的。所以我为什么强调美国病了？美国这个制度的腐败，首先是民主党高层在腐败，并不是民主党这个党派不好，而是这个党派最近这么10-20年来，已经形成了民主党派的大佬呢，他们控制了这个权力以后，他们把这个权力呢跟中共和世界上其他的专制国家进行利益勾兑。因此你看民主党的大佬，第一个是七老八十，第二个基本上所有民主党大佬的家族跟中国和以及其他东欧的像乌克兰啊、俄罗斯啊这些国家都有利益勾兑，他们自身腐败非常严重，所以说民主党已经到了迫在眉睫要改变的地步。他们跟中共的勾结已经大量的无数的事实已经摆明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也就是奥巴马首任里面的国务卿克里，包括副总统拜登，他们为中共收购煤企是带路的，也就是中共拿着大把的资金想到美国来收购煤企，都是克里和拜登帮他们完成了这个心愿。同时克里和拜登都通过自己的儿女在这个里面充当了前科，然后获得了大量的介绍费。按照川普总统对他指证的，就是每年光获得中国给的介绍费就是1000万美金嘛。同时中国低价倾销摧毁美国的各个行业，拜登克里他们各个家族都获得了几十亿的好处。而且拜登老早就被中国所注入资金进行培养，中共拉拢拜登已经有几十年之久。可以讲，拜登为中国加入 WTO 是不遗余力的成为推手，中共是帮助拜登进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并且在2001年是促成了拜登担任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样拜登就有机会制定美国国家的外交事务。而这个外交事务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前，至少是拜登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15年。也就是2001年到2008年他成为副总统之前，他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制定的各种外交政策都是跟中国相结合，都是帮助中共勾兑，让中共对美国进行各种利益腐蚀。同时拜登家族获得了大把的银子，大把的利益。到了2008年，拜登又就任了副总统。这个副总统8年，同样他为中国大开绿灯，也就是中国加入 WTO 到川普总统就任之前，这15年完全是拜登家族和民主党高层跟中共腐败勾兑的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对于拜登的腐败，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他就有过这么一个视频讲话，他就说他本人在他这一生中的诉讼过程中，他担任市长也好，他担任律师也好，他说他把无数的人送上了法庭，他送上法庭这些人所有人的罪恶，这些人的罪恶都不抵拜登罪恶的1/10。他也就是说，拜登是他从来没见过的美国政府犯罪危害程度之高的美国政客。像拜登这样的人，如果不受到美国刑事打击，那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亵渎。 In terms of effect on government, and I've prosecuted 100 public corruption cases, including congressmen, commissioners in New York City, 70 police officers. I mean, I've done a lot of corruption cases, and I've done them as RICO cases. This is the strongest case I've ever seen. It's also the most shocking. This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government where I've seen this kind of corruptio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8 years was thoroughly corrupt. He was available to the highest bidder. The documents prove it. His son says for 30 years he's been doing this, and he's got to pay for all the expenses, and he's got to kick back half to the old man. I mean, what do we need beyond that, Steve? I mean, I've proved a lot of cases on 1/10 of that. This is a concerted effort to elect a crooked Democrat to be the head of this country, because a lot of the people in league with him are crooked. Big tech, completely crooked. A lot of the big businesses doing tremendous amount of business in China.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care about our people. All they care about is the enormous amounts of money they're making in China. And this is also, we would be electing a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to the White House. Not just Hunter, Joe. The last business I can tell Joe was in, he was in a business where he was going to get $30 million a year, and he was in business with 3 Chinese communists, one of whom has already been executed, and the other one is in federal prison. The first person he asked for when he got arrested was his co-conspirator, James Biden. I mean, it is figuratively and literally true that the Bidens are in bed with the CCP. 所以朱利安尼就是根据他以往的办案经验，他就明确认识到拜登家族的腐败现在是美国存在的司法制度的最大腐败，也就是川普总统如果连任之后，必须要拔除民主党所造成的这种腐败现象，同时对共和党里面那些很多跟中共勾兑的家族，类似于布什家族，这些家族跟中共这些埋在深潭里面的这些脏水都要给他们挖出来，最终把布什家族也好，把民主党这些大佬也好，把他们的罪恶都公布于天下，让美国的制度完善，让美国的腐败消除，让美国能够破除中共对美国的各种渗透，最终消灭中共，铲除中共，让美国制造再次伟大的同时，一定是打击了中共，消灭了中共以后，解救了中国14亿老百姓，让中国人民也能够跟上美国人民的步伐，中国人民有一天也能在中国实现我们的民主、自由、开放的制度。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